同学们，我们现在要来仔细看一下印尼语的被动语态。在每个故事里面，老师都给你放了一张表，这个表呢是将故事里面的逐词素的翻译写出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文法的细节，其中有3种被动，一个叫做不幸被动，所谓的 AP（Adverse Passive）。这个被动就像被打了、被杀了、被什么了，我们平常这个被字呢，都有一种不幸的感觉。第2种被动叫做 IA（Involuntary Action）， 也就是这个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或者是不是我有意识的去做的，而是一个不自主的被动，不自主的做到的事情。这跟上面的不幸不太一样哦。不幸，这是一件很负面的事情，可是不自主呢，就是不是有意识的去做的事情。第3个就是普通的被动语态，被动语态一定有一个人在后面做，所以那个主事者是一定有的，你也知道主事者是谁。那么我们可能是被动，我们是被祝福的，或者是被看见的，这是被动语态。最常见的被动语态是从主动的 man 转换成 d， 所以 man 跟 d 这是一对很重要的主动被动的前缀。那么不自主的被动在印尼文里面要用的这么一个很好用的前缀。如果是不幸的被动，要用歌什么什么按还缀。那么第3就是如果失去及物性的被动，也可以当作不及物动词来使用，也就是只剩下一个论元的话，那么也可以当作不及物动词来使用。这里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所说的青蛙的故事里面所列出来的各种动词分类，我们做一个鸟瞰图。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及物动词 man 的被动。Tanpa disadarinya, dia memegang dan menaiki sesuatu yang mirip dengan cabang pohon. Apa yang sedang kamu lakukan di sini? Ternyata, sesuatu yang Ucok sentuh dan naiki itu adalah tanduk rusa. 这里同学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已经学过了 di 什么什么 nya， 这个 nya 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英文的 by him 的意思。那在下面第2个例子 kamu lakukan， 如果是第2人称你，这时候就不是 di 什么什么 nya 了， di 什么什么 nya 是第3人称，被他怎么样了。如果是你被你怎么样了，那么要用 kamu lakukan， 所以那个代名词 kamu 要放在动词的前面，这是一种被动的使用方法。那么下面呢 Ucok 是第3人称，可是因为它不用代名词，所以 Ucok 也是要放在动词的前面，因此有 Ucok sentuh dan naiki 是这样子用的，因此你看不见 di 什么什么 nya， 因为它有 Ucok 这个名词直接放在动词前面。下面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不自主的被动。老师说了，这是不是有意识的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它就发生了。我们看看哪一些事情是这种例子。Rusa tersebut tertawa melihat Ucok dan Dogi yang terjatuh ke dalam sungai yang dangkal. Keesokan paginya, ketika Ucok bangun, dia terkejut karena kodok tersebut tidak ada di dalam botol. Ucok dan Dogi terlempar ke dalam sungai. Ternyata tidak hanya ada 2 kodok, tetapi ada 7 kodok yang lainnya. Di pinggiran sungai terdapat banyak pohon yang besar. 同学们，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不自主的包括了哪些？譬如说 tertawa， 这个不是你自己想笑的，你就哈哈哈哈的不自主的就笑起来了，对不对？还有呢 terjatuh， 不是你自己要跳下去的，你就不小心砰砰跌了下去。还有呢 terkejut， 也是你突然吓了一跳，这也是不自主的被别人吓了一跳。还有呢 terlempar， 是抛。terlempar 是不小心的被抛了出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个 ternyata， 这已经变成了一个静态的动词了。
还有 terdapat 也是一种静态的动词了。下面的例子，我们来看不幸的被动。Rusa yang ketakutan tersebut lari sekencang-kencangnya menuju sungai. 同学看见这里的害怕，它的词根是 takut。ketakutan 就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让你感觉很害怕。所以同学们，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些被动以后，你知道印尼语的被动语态的词缀有哪些吗？主动的语态跟被动的语态，你觉得在故事里面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题我们看到被动的语态基本上有3种，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 the， 第二种就是不自主的 the， 第三种就是不幸的割什么什么案。被动语态呢，多半它提供故事的细节跟背景，最主要的还是主动的语态，因为这个故事是由主动的语态来牵引着，它的及物性很强的闷动词来牵引着，让你看到这个故事的主轴一步一步怎么发生。所以这个所谓的语义的及物性呢，它就是指的主事者的行动是有自主性的，那么单一的受试者被影响的程度很大，主事者跟受试者都同时的出现，动作肯定快速的完成。凡是有这种特性的，它是在这个整个故事里面是操纵的整个故事向前迈进的主轴。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老师说了之后，我们看看闷动词是怎么样以它的强烈的及物性、强大的及物性牵动故事的主轴。Tanpa sengaja,Dia memasukkan kepalanya ke dalam botol tersebut. Ucok yang menyadari akan hal itu lari meninggalkan lebah-lebah yang marah. Ucok berlari sekencang-kencangnya ke dalam hutan dan menemukan sebuah pohon yang besar. Aku seperti mendengarkan sesuatu, katanya. 各位同学看见了，在这个故事里面，首先他没有料到把脑袋塞进那个瓶子里头去了。这个及物性是很强的，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要紧，是故事的其中一个重点之一。然后下面呢，说到 meninggalkan 离开，五卓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就离开生气的蜜蜂，这也是整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情节。还有呢，他没命的跑到森林里以后，发现了一棵很大的树，这也是一个重要性，因为这个大树从树里面会跑出来一只猫头鹰。最后呢，这个五卓他觉得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这个也是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他听见了以后，就发现了有一对青蛙的声音，然后呢，不只是2只青蛙哦，一窝的青蛙都跑出来了。所以这些个闷前缀，它都是给你一个讯息，像是给你一个棋子，说下面的重要事情来临喽，请多多注意。所以闷是牵动故事主轴非常重要的前缀，不可以忘记哦。